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立法委员岳仁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厚之，大家好。好，那国内今天521好，经过了520以后，包括赖总统讲说，希望用更大一些的民主。而对于蓝绿白三大阵营来看的话，所谓的更大的民主，当然大罢免。那到底这大罢免这一块，在朝野之间如果要对话的话，到底是不是要往下走呢？可是大罢免看起来，所有民团发动要罢蓝委这部分。二阶都已经走到最后，剩下林佩祥这一区，然后这一区呢，本来看起来因为到523如果要截止收件的话，要送件的话，可能本来说差3000，今天说差500，但不管怎么样，你看林佩祥一切动作，感觉上他似乎是觉得就是面对第三阶，因为从前面的不管辩论啦或什么这些的说法，到现在你说不管在上节目啦或什么，他也还在解释，包括那个他不安啦或什么，他并没有跟你讲说他有讲错话或者什么。这双方所有的这些对垒是一直会拉到真的会进入第三阶吗？那其他包括一些罢团，你都知道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段叫冷却期，而这个冷却期现在看起来的话。罢团似乎没有让他冷却的一种感觉，仁俊。是。那今天就已经有几个罢团，开始在路口宣讲，还有跳健康操的或者什么，这一路要跳40天啊，就一直跳到第三阶投票。我觉得没有冷却期的问题啊，因为一冷下来之后，谁知道后面会再翻？对对，一定有人还会再提供柴火。对，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跳什么健康操的那个其实就是删除危害啦，就是要罢免这个王宏威的这个团体哦。OK， 他们现在开始这个站街头，你在画面上面看到。他们其实邀了这个几个议员哦，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众哦，大家一起想去跳。但我觉得当然是希望能够维持热度啊，因为很简单嘛。如果今天罢团要面临冷却期的话，你觉得国民党立委要被罢免的，他有可能跟你冷却期吗？不可能嘛，他一定吹热战。当然，那这个热战一吹起来之后，你想想看，现在大家比较担忧的，就对蓝营来讲比较担忧，叫做投票率的这个问题。那既然大家都觉得一定会笃定进入三阶的状态下，就开始去应战嘛。所以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像林佩祥哦，其实你像他上节目，他不是在解释他的那些失言的问题啊，他是不断的强调，就是说我哪里有错。你看他现在也一样啊，跑去上了这个网络节目嘛啊。那我还是一样啊，奉劝这个张思刚哦，因为思刚你上次已经有一次跟李孝亮同台之后呢，鞠躬那一次，觉得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状态下，你看他跟林佩祥一起上这个网络节目嘛，林佩祥自己讲自己的也就算了，还跟张思刚讲说，如果按照人口来算的话，那个1%，对不对？我不是讲我自己，你也是1%。很尴尬。你真的在跟敏凤这样讲？没有，那是我在试图还原当时林佩祥跟这个张思刚的对话。他还跟他讲说，我不是要拖你下水，但是如果这样算起来，你也算是1%。我不是要拖你下水，那是什么？没有，但是后面强调说你也是1%。那张思刚有否认？张思刚没有讲话，但是他就是露出了这个很尴尬的微笑。不是，你知道思刚这样难做，他当场否认，好像要打脸他也不是啊。但是不讲话，那敏凤又要问说，那张思刚有没有否认？不是敏凤，你也帮思刚讲一点，你要思刚讲什么呢？我不晓得。你看吧，是不是？就只能这个样啊。不是，那我只能用这个好朋友的身份哦，因为小弟90年就跑新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张思刚，好歹20几年的时间啊。那个张思刚，你要慎选坐在你旁边的朋友啊！不是你这样，你很难回答嘛。我就讲嘛。那一天，张思刚跟李孝亮的整个的记者会完之后，请问大家记得张思刚讲吗？那天您说他坐在那边嘛？对人知的，他自己都承认，就是整个焦点的模样。那我再问一次，请问他跟林佩祥一起在那里上节目，最后谁记得张思刚讲了什么？我相信大家也不太记得嘛，因为焦点在林佩祥。思刚应该是要去讲他们在罢谣这一块到底现在进展或者什么的，理论上吧，应该是要讲这个。主持人真是一个聪明而且具有善良智慧的人啊！不是，但重点就是全部的焦点就一定还是在林佩祥。当然。所以我老实讲哦，我觉得林佩祥在添的柴火是什么？有些人解读说林佩祥这个你不是火上加油吗？对不对？你帮这个罢团让你更生气呀。
你觉得林佩祥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去帮霸团添柴火？因为进3阶，我觉得对林佩祥来讲，他一定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我承认他在添柴火，但他添的是什么？他添的是支持者，他的支持者。当然，他要把那个情绪往上拉。当然，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林佩祥道歉了，我的支持者讲，对啊，你都公唔丢威啊，我怎么再接受你？所以他一定这些的语言，他一直不断的强调我没有讲错啊，他们就是需要被关怀啊。那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完全不认为的时候，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言论到了他的支持者的耳朵里面，听到他的心里面，跟他脑袋瓜的那个小宇宙，他会想什么？对啊，委员讲的也没错啊，这是他的支持者。我现在讲是他的支持者。当然。那你就回来看这几天基隆是不是开始陆陆续续传出比较激烈的那个反弹的反应啊？我为什么用反应？在一开始罢免在推动的时候，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就两边的支持者，你霸团在这里，然后大家隔着马路，顶多隔着马路，不要被罢免啦，怎么？然后后来大家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什么？现在开始你画面上面看到的，已经开始有动手。对，你不觉得？我个人这样觉得哈，我不要讲推给别人嘛，我们讲话自己负责嘛啊。就我个人认为林佩祥这个话语有助于激化他的支持者，面对到霸团的时候。他会有那个情绪反应上来，因为不是只有一件，他开始陆陆续续会多，所以我讲说霸团到现在还在努力啦啊，有些人就是希望在，因为虽然说是23号嘛啊，但也有人算时间嘛，也担心说23号你不可能撑到礼拜5这一天，你才要那个，所以很多人就把 deadline 定在这个明天啊。但最新的消息讲说呢，因为现在30几个这个霸团都已经到基隆去了嘛啊，那现在传出来说距离门槛是还差500份而已。可是这个500份代不代表他一定能过2阶？没有人敢讲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冷却期从现在开始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所谓的就是说我今天这个霸团我今天就慢慢跟你等到什么？等到你中选会进入第2阶段的这个进入这个2阶的实质审查里面我就再慢慢等你过或不过。因为很简单，当蓝营在后面的时候，他开始激起热战的状态之下，你只能强力的去面对。好，所以现在讲说什么删除危害的这一个就是要罢免王威的这个是开启全台的第一枪，是3阶开始预定的。但我觉得接下来当这个林佩祥那边的结束之后，所有霸团回防到地方之后，那所有的不要讲说健康操啦，搞不好连什么伸展运动什么的，但我讲的是正常健康的活动，不是用肢体上面去这个肢体接触的这种冲突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就是开始就进入到遍地烽火的一个阶段。然后我直接这样问，第一个。看到林佩祥那个选区里面出现，当然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某种程度的一些推倒啦，或什么这样一些的动作。他们担心未来在3阶，3阶一定是热战。现在是3阶还没开始他就已经出现像这样，在未来包括林佩祥这一区，然后甚或在未来3阶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这种问题更恶化？蓝营这2天从包括朱立伦到马英九啦什么都在喊，因为赖总统在昨天5.2年的时候讲说要用更大的一些民主，他也希望能够促成朝野对话。那朱立伦在今天国民党出来再讲一次，就不要再大罢免或什么仇恨动员成这个样子，把台湾撕裂成这样，这些对你们来讲的话，对未来包括3阶，如果在3阶要过程当中，你觉得会遇到什么阻力吗？先讲3阶的部分热战，大家都可以预期得到，但是。其实双方啦，不管是公民团体，其实他们现在都已经训练有素了，他们身上都有这个密录器呀，因为他们之前在1阶、2阶的这个联署，在街头上面也常常，比如说在一些新店或者是其他的选区，也常常遇到民众会来跟他挑衅或呛虾的嘛，所以他们现在都大概会知道怎么去因应。那现在害怕的是说，进入3阶热战的时候，暴力事件的频率会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任何一个阵营都必须要去制止自己的支持者有这样子的暴力的行为，这个是民主社会存在最重要的价值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一直去强调说什么罢免是大恶霸，什么违反民主，那当时第一个被罢免的，其实你说像过去这个陈柏惟那时候那国民党他们怎么都不讲说提罢免这个叫做民主的恶斗，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双标。他们现在是搭着赖总统的话讲说要朝野对话，要什么什么，他们就会讲说那怎么对话？他们的人都在外面被人家罢。叫朱立伦进来跟赖总统，然后大家之间朝野对话，怎么对？他们现在就拉着，要不然朱立伦不会选今天中常会再讲一次，意思就是讲说真的要朝野对话吗？他的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你不听大罢免，
那你就是假的，你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他们现在就拉着这件事情，把整个氛围跟罢免都结在一起就对了。其实如果假设回到过去3个月前，那个时候当民进党的柯总召在讲大罢免时代的来临，那国民党那时候的态度是什么？他觉得他是疯子嘛，他觉得这怎么可能会发生的？那我们民进党当时在立法院里面都不断的跟国民党沟通啊，说你们身为多数党，很多的法案，我们都需要去协商，要走正常的程序。那请问国民党当时有听我们的话吗？那就是因为通过了一些连这些公民年轻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法案了之后，这个风潮一起来了。现在这个大罢免不是民进党说要停就停要搞清楚这个状况是不是他们自己内部已经观察到说，这个风潮来了，可能要被罢掉的席次超乎他们的想象，所以我们说会怕你就直接讲你会怕，怕这些国民党的立委被罢免，你现在才来讲这，要不然时机点会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你会选在这个时间，然后突然抛出这个议题？那加上你今天在立法院，你又去把它延会，故意去把它延到7月底的时间，结果延会又不写理由，那大家就会质疑说，你就是为了想要第一个要躲避司法的调查，第二个你说你要提什么福国利民的法案，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啊，所以你在的都是一些政治的口语跟政治的动作。请问一下，林佩祥这一区对于这整个大罢免，你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包括这几天看到这些因为林佩祥讲的这些话，你觉得它会影响到的族群最主要会是哪一些？我觉得还是多数的年轻人啊，因为林佩祥毕竟我查了一下，他是1977年出生，其实他还不到50岁，形象上也还算蛮年轻的。但是随着过去大家很少会关注到这一个人，是啊，那他突然间抛出来去讲那个 top 1% 的问题。让很多年轻人会有相对剥夺感，就会特别去查，那你过往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嘛？结果一查了之后，发现说，蛮精彩的。很多年轻人会有相对剥夺感，就会特别去查，那你过往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嘛？结果一查了之后，发现说，蛮精彩的。我给大家看这个是一个网友写的嘛，他说林佩祥自称是台湾1%的存在，但是他们家的家族的财产才真正的是很 top。为什么？因为林佩祥原来他15岁就出国去留学了，结果他在他20岁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取得基隆暖暖这边的土地，然后你看1998年嘛，当时他才20岁，从国外回来也没有多久，对不对？然后呢，建物的取得，他那时候还在国外还没回来然后建物的取得是1994年，他几岁？他16岁，他未成年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这个面积将近1000坪他的土地跟他的建物所以查了之后，他当时在选立委也被人家怀疑说，他有占用这个国有地，去租用国有地，结果呢，去把它设为停车场，这是收租的问题嘛。所以现在年轻人网络上面就一直讲说，原来你们国民党的这些正二代那么好，未成年都可以取得这个土地，然后去占用，甚至去出租获利。包含严宽恒当时也被质疑嘛，包含马文君家族也都被质疑嘛，所以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有相对的剥夺感，是存在在他讲这些话之后，大家才努力的去查他过去的这些的经历来，元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包括朱主席，然后包括你看到黄昌主席，当然也是这样，一直不断的照着赖总统所谓朝野对话，那希望那朱主席是直接讲得非常明显，说叫赖总统那不要再仇恨动员进行罢免。好，第一个，你们定调就是这都是赖清德总统在发动的。第二个，那如果要对话，先把大罢免停掉才可以。包括严凤，包括昨天在节目的建议都讲说，不是这个罢免，如果他们的讲法是说，如果赖清德不管用总统或者主席的身份，只要喊停，那大概接下来被罢免的就是民进党的议员、委员跟赖总统，他们会面临到这个，所以不是他们。可是显然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认为要朝野对话的诚意就是先进行这一块。
那林佩祥这一区对你们来讲，刚讲到说那个包括仇恨之间的累积，包括 top 1%，包括他现在会被挖出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对其他你们这些30几区，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先讲赖清德哈，当然民进党说法都是说，不是赖清德叫罢免停就会停啊。但赖清德也是一直在煽风点火啊，不是吗？一直在叫天助，然后叫民进党议员一直去联署嘛。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不就是民进党议员在喊罢免吗？那然后他管不了罢团，总管得了自己的民代吧？没有嘛，他就是鼓励大家多去罢免嘛。那你一方面一直在推动这个罢免，一方面要喊团结，本来就会让人家精神错乱的。那这个呼吁是我们一直在讲嘛，像朱立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和嘛，就是希望和，不要一直斗。那赖总统也没有在听嘛，是昨天他自己520的就职演说，其中有一个诉求就是说国内要团结。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一方面你一直在推罢免，一方面又说我们来团结，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叫你的公职人员或什么大家去联署罢免在野党的立委，然后一直去做这个事情，那人家到底要怎么跟你团结啦？我就讲一个，譬如说我们在立法院。最近比如说大家讨论这个核能嘛，有两个案子嘛，一个是之前那个核管法，昨天是那个核三演绎的公投。那在台湾本来支持核能的、反对核能的都各有立场嘛，这个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多元社会嘛，那大家彼此尊重嘛。其实大家也都是这个本来就是要经过讨论嘛。没有我们现在立法院只要立场跟民进党不一样，就是罢免。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主张核管法。民进党上台就是说，哎呀，大罢免大成功了，你怎么可以主张核管法？或者是说，公投通过，你怎么可以主张公投啦？大罢免大成功了，在立法院就是这样啊。过去来自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选区，不要说立法院、国会了啊，在各地方的议会，大家也都是意见不同啊。但是没有说只要你意见跟我不一样，我就要罢免你，你给我离开这个国会，以后这个国会只有一言堂，就是民进党声音。以前没有这样，我们在立法院听民进党的发言，我们都不会听他讲话，意见跟我不一样，我就说大罢免大成功，没有嘛？这是谁？这就是民进党啊！你说要怎么团结啦？那这个氛围其实是带动到整个社会啊，网络也都是这样，就是会出现非常多仇恨性的言论。例如说像昨天发生，应该礼拜一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大家都很悲痛，就是三峡的很多小朋友车祸，还有一个女骑士妈妈过世。昨天还是前天，就网络上就有人发表言论那个多仇恨啊！他说：“哎呀，最近怎么社会新闻这么多？有人被撞，还有什么有一个壮汉去洗牙，觉得太痛了，跑暴打女牙医，还有什么秃头打超商啊？怎么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啊？”然后他讲说：“这是不是有人在运作啊？然后造成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然后还 hashtag 第5纵队，然后结果8000人按赞。我觉得不要用别人发生悲惨的事件，然后拿来做操作啦。对啊，你们把这件事情，然后跟民进党三峡的事啊，对啊，那个是发生一件不幸的事件，你们怎么会？然后再来，不是再来，那你应该问你们为什么要去赞同这件事情呢？我没有赞同不赞同，我是在我在形塑一个氛围。现在的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就是说。连什么事情都要把它政治化，原因就是因为总统的治理底下，大家已经对立到很严重，连不幸事件都有人拿来政治化。网络上8000个人按赞呢，你是在帮8000个人按赞，觉得帮他拍拍手吗？你今天上节目特别把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理解成这样？你应该去谴责，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操作嘛。我现在就是觉得说，现在的社会对立成这个样子，你不要扭曲我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我们的讲法是说，居然现在对立到连这种事件都要有人要把它做政治操作。那。好，那现在有些事我们一块一块来严凤刚讲到说赖总统讲的这个包括对话跟罢免之间，原之说会让他们在野党会精神错乱，这两个怎么样？要怎么回？我先回刚刚他讲的这个2个不幸的这个事件，因为牙医他那个是因为他跟人家有债务纠纷嘛，然后再来昨天三峡的事情，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很痛心的事情。那有人在网络上面操作，我们应该是谴责这样的状况，而不是把它讲出来说就是因为政府的对立，所以呢，然后有8000个人按赞，这是成何体统？那根本连提都不应该去赞同这件事情嘛。没有人赞同这个事，不要扭曲扣人家帽子。我没有，你不能够这样栽赃我嘛。我没有赞同这个，我没有赞同这事，我是在形容一个社会的氛围。OK， 就是说总统诉求团结，可是立院一直喊罢免，然后社会也这样对立。我没有赞同这个事，你不可以这样子扣人家帽子。来，严凤。好，我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不是说意见不同就是喊大罢免。
国民党的立委应该去检讨说，为什么从去年520好，你们从1月就职以来到今年已经1年多的时间，你们真的有通过什么福国利民的法案吗？就是让民众无感嘛。你都自己讲有，自己讲自己优秀，自己讲自己 top 1，对不对？那这是民众没有这个感觉。如果有的话，民调就不会说你们国民党的这个立院立委的满意度剩20%嘛。你们都毫不检讨这个，民调总不是造假的吧？这个是民众的感受 ，OK， 好，它是一个数字，是一个科学的统计。那你们毫不检讨，那什么都把它推说啊，只要跟我们民进党的意见相左的时候，那你们在立法院可以提出相关的论述啊，你们也可以去捍卫你们的法案啊。赖总统要怎么样你要说服民众啊？去融合，就是刚才他们讲说他们会精神错乱的那一块，就是说国内希望能促成团结，但是罢免这些东西就算往下走，它两个不会有相汉格的一个地方。其实罢免，它现在已经很多地方都要进入到3阶了嘛，哈。那这个本来就是民众、公民团体他们自己的这个发起的运动。没有人可以去喊停，好，那只能尊重接下来的今天即使罢免没过，我也相信民进党也都会接受这些结果啊，这个就是民主嘛，所以不要什么都把它扯到说什么都是民进党一直在操纵这件事情，这完全跟事实不符啊。那个五哥第一个哈。民进党的民代可以说国民党都完全没有推出福国利民的法案，那政治斗争啊，这我知道了。但是如果有做功课就知道，其实我们都推很多福国利民法案，譬如说还价于民啊之类，民调的都非常支持，或者是说什么80岁以上长辈不用80量表，其实很多啦。但是大家就因为要抹黑嘛，所以就说你们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再来就是讲说什么我们不检讨，我现在讲的是立法院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嘛。民进党只要意见跟你不一样，就喊大罢免大成功嘛。对啊，就是我亲身经历就是这样啊。那民进党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因为昨天现在网络上有个片段，洪建义昨天在节目讲了一个大白话，他说赖清德总统常常跟罢免的领衔人开会啊，总统都不用去管什么川普政策怎么因应，都不用去管一些内政，哇，常常跟罢免的领衔人开会，就是在搞罢免嘛。对不对？你就是在推波助澜，你就是在鼓励，甚至于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发言人说啊，总统就叫大家每一个人去帮罢团，每一区都要帮助，他就是在做这个事啊。总统就叫大家每一个人去帮罢团，每一区都要帮助，他就是在做这个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已经这么多公开的资料出来了，民进党还要讲说那个跟他们无关。严正可请问一下，那个像林佩祥讲那个 top 1%，你们会认同他的那一些的言论吗？或是我刚刚讲他的那些的言论，不管边缘人或什么，你觉得会对除了基隆这一区造成什么影响？对其他一些国民党的委员要面临3阶罢免的时候，你觉得会造成什么负面一些影响吗？我觉得在立法院就每一个委员啦，就是他的言行，应该是他的选民去检验他啦。他好的地方，他的选民给他鼓掌；他如果他不好的地方，他的选民给他批评跟。我是觉得大家就是各自啊，应该不太会互相影响。就像民进党的立委也有很多有争议的啊，那也不是 top 1%。top 1%， 你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是 top 1%？ 我不会这样子形容自己的，对，我不会这样形容自己。但是如果别人用什么方式去形容，我觉得是他的选民去给他评价。OK， 那现在我们讲总统，刚刚我讲一个哈，再补充一个，就是说他说团结现在说要来找我们做国安汇报嘛，我觉得没关系，那就看要怎么做。我觉得当然他。要团结那个罢免的东西，他自己要处理啦，不能说一边这样推波助澜搞罢免，跟李启仁开会，然后一直鼓励，然后一方面说我要团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要国安汇报，国安汇报是真心要国安汇报吗？还是说这因为要跟在野党领袖资讯分享啊？要让在野党领袖知道国家现在。如果是真的是希望没有任何的政治想法的话，我是你觉得会有什么政治想法？譬如说，我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操作嘛，我真不知道啊。对啊，因为他的人设就不是啊，他是斗鸡啊，忽然间说我们来团结，然后我跟你报告，那当然大家就觉得说，哇塞，你是变一个人嘛。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缺一种人呐，叫乌鸦。什么叫乌鸦？林佩祥讲这样，他是 top 1%， 对不对？不对嘛，没有一个国民党人敢出来讲他不对，为什么？一讲说，哎呀，不团结，枪口要向外，你怎么向内？缺一个
像这样乌鸦的人物，这种人是国民党现在最缺的。可是将军，如果这句话对于国民党整体在每个选区多少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话，那大人总是应该就是要不就是把林佩祥找来说，你自己想办法看怎么消毒这些词而造成的负面，或是公开不直接斥责，可是讲一些缓一点的话。那不需要这样嘛？除非就是大家判断没有，像刚刚任俊说的，这些词如果对于三阶的支持者的推动，能够鼓励出支持者出来投票是有帮助的，那我当然就不会出来讲负面的一些词啦。那其实你像林佩祥最近发出了这么多让大家争议的这些言论，尤其是 Top 1% 这种方法，你认为如果是一个党团的，会不会说，哎，你不要再讲，这个不好，对你不好？显然没有。他上广播节目一而再再而三，甚至还拖张思康下水。张思康真是无辜，你知道吗？他真是无辜，他笑也不是，他否定也不是，他就没办法。那可是呢，如果你说，哎，你不要再讲，其实你这样讲哦，对一般人来讲，不是那 Top 1% 的人心里会怎么想？你就这样讲嘛。你选举你是要99%的票，还是要那1%的票？当然是要多的。当然。那你怎么会认为自己是那个最顶端？最卓越、最优秀的1%，那不要选。所以我们这边参加选举人都说，我们不是 Top 1%，我们是99%后面的1%，我们是公仆哎。你任何一个人进服务处里面叫你做什么，你看说你做什么的，哪里毕业的，你什么阶级退伍的？不会吧？进来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层进来，你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跟我们讲，我还要跟你报告处理到什么程度，我还要跟你报告。所以我们不是那个 Top 1%，是选民是 Top 1%，我们是最后的。这样讲，国民党不懂吗？懂。可是我告诉你，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其实林佩祥的人格特质这不能怪他，他就这样。任何一个人生长在他那样的家庭，说不定都变那样。我讲给你听哦，林佩祥的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骄傲。骄傲，他值不值得骄傲？值得骄傲啊！他值得骄傲，为什么值得骄傲？他的优越感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家世。你有你爸爸是市长，你妈妈是立委吗？我说句实话，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他真的骄傲。你可以在15岁就到美国去留学，当小留学生，所有的资金不用担心吗？我们没有，他有，他该骄傲。另外呢，他的身份，他15岁出国，好像将近40岁才回国嘛。他回国也不用找人家帮他闪兵，因为他就不用当兵，他过了当兵的时间，他的身份就可以让他这样子。他的成功，我如果没有记错，林佩祥除了在国民党初选基隆市市长输过一次，输给谢立功以外，他没有输过。他的选举都是很顺利的，所以他骄不骄傲？他值得骄傲啊。所以你说从林佩祥的生长的环境、家世的背景，然后造就他现在是人上人，他是 Top 1%。一点都不奇怪，可是国民党其他的人有穿草鞋上来的吧？有那种对不对？从那个一步一脚印，从助理做到议员，做到立委，这种人大有人在嘛？这些人可不可以点他一下？讲他一下，说哎，别再讲，你这样对党里面很伤。没有人为什么现在国民党没有人讲？刚刚主持人说国民党的大人要不要出来点一下？国民党现在有大人吗？国民党现在有大人吗？最大人朱立伦嘛？对啊，朱立伦自身都难保啦。他的35个立委，现在至少有30个已经送了嘛，2阶送了。他对这30个人，有哪一个人他可以给他自信、给他信心、给他温暖？没有。朱立伦还要从他们身上取暖所以国民党的大人自身都不保了，他根本不敢去得罪任何一个可能被罢免的人。这才是国民党现在目前，你没有人敢出来点他一下，哎，别再说了，你别再说了。可是我告诉大家。国民党的立委，我认识很多的立委朋友，他私下都讲说，哎呀，他不要再讲了，这样讲害死我们。我说那你就当面跟他讲啊，这个时候自求多福，去多那个话干什么？干嘛惹人家讨厌？国民党缺这样的乌鸦，所以国民党拜托，赶快请林佩祥改一改他的说法，否则他上哪个节目的主持人就满头大汗，吓死了。我跟你讲，没有，或者如果你要是单纯讲的话，三阶那个动力大家都说一定打热战。如果你把赖清德总统当作稻草人。然后当作言必谈及赖清德，我可以想象，因为要不然的话，那些被罢免人不知道要拿什么当做一个对象嘛。那包括像赵少康先生所讲的，他说，如果要是反对大罢免，出来投票反对大罢免，就是反对赖清德，就是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我也能想象，就是催出蓝营他的支持者的那个投票的动力嘛。可是刚才那些词，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个 Top 1%。
那个形象，或是讲别人是边缘人，或类似这些，怎么去吹出自己的支持者的热情？你一定会吹出对面的那些动力嘛？那支持者热情呢？我先讲，我觉得林佩祥的状况是因为他有一部分应该是他自己个性的关系啦，但是我不觉得那东西会有延续性的影响。哦，所以你去算国民党现在30个，或者包括林佩祥在内31个，最大2级他排得到前面吗？哦，他本来排不到，不是他现在也排不到了，现在只是因为他是剩下最后一个嘛。等到他2阶过了之后，你够摆好边嘛，所以你说他会影响到别人，别人影响到他才对啦。好，你现在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所以大家都往他身上讲说，就是看你嘛，看你会不会过嘛。过了之后，王宏威、徐小新那些林佩祥靠后面站啊。徐小新和王宏威最近声音很少，不是也没用。就算这样，人家仇恨值已经在那边嘛，林佩祥一定靠后面站嘛，对不对？所以那他的状况就是说，你刚问叶委员说他会影响到他。现在或许会，将来就不会嘛，因为他就是靠后面站嘛。对他来讲，傅昆萁啊这些人的影响更大。可是元之很希望他帮他影响一下。不是啦，为什么呢？元之然后我讲的说，你说现在朝野对话，我讲的是朝野讲插话，大家讲垃圾话啦，对不对？你现在不要讲说一个在大罢免，前主席一个扣在里面，一个等着被搜索，你告诉我这个状况怎么对话，对不对？不可能嘛，大家都在讲插话嘛，对不对？然后。赖清德去年的时候就职的时候讲什么？讲行政立法协调合作，无间推动国政，共同推动国政。啊，1年过去了，长成什么样？去年讲的就没有落实，现在讲的又怎么样？现在讲的朝野对话加强合作，对不对？那朝野对话加强合作，你过我4100亿就叫加强合作啊，不过就要不合作啊。这对赖清德来讲就是这样子嘛。那然后他昨天讲了，他今天到立法院，对不对？潘孟安、吴钊燮就没来，国安会秘书长没来，没预算解冻案，这是预算解冻案，这不是一般的案子哦。国安会秘书长没来，这个东西有争议，但不一定，因为有些我们很多经验上面到国安会秘书长对，但是总统府秘书长是一定要来的。预算解冻案你凭什么不来？对不对？你昨天说要对话，今天潘孟安就让杠，对不对？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告诉我这怎么去做嘛？好，然后民进党一直在讲说。立法很烂，我同意啊，但是回过头来讲，行政院很好吗？今天才有媒体写啊，过去1年行政院才送到立法院送几案，41案，从来没有这么少过。马英九同期195，蔡英文同期151。行政院你送了什么东西告诉到立法院说，这东西非过不可，不过会出事嘛？你也没有看到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刚刚在讲那个林佩祥，回过来讲了，立法院今天发生的那个事情比较重要了。延会延到7月底，在延什么啦？7月31要干嘛？因为立法院一般来讲的话，以往的例子，就是延会最多延到1个月底，6月底，会期到法定会期到5月底，延到6月底，你延到7月，你在延什么？因为蔡英文时代是会发生说一个会期休会中间开2次临时会，那时候已经让我们这些跑立法院的看到受不了，但是那毕竟是临时会，你今天延会延到7月底，这是破纪录。你告诉我要干什么？你今天来讲，你那就把立法就要告诉我嘛。因为比如你延到7月底，那你现在应该手上有法案，要已经出委会了嘛。未来2个月你要过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来讲，国民党什么都讲不出来。对，其实我知道就是傅昆萁嘛，傅昆萁怕被扣进去嘛。讲白了是就这样嘛。所以我保护伞要延2个月嘛。但是你要延2个月，你把立法计划拿出来，告诉我说未来2个月到底有多少？你这说好歹前面作业做得缜密一点，周延一点。不是你把法案其实一样算得出来嘛？你当初选办法为什么会过到最后选办法通过，结果用新法？就是立法计划没做嘛。那你现在状况呢？你告诉我，你把你出委会的法案排一列出来看，哪些东西是你未来2个月要过的？你也给国人一个交代嘛。不然立法院开2个月延会2个月空转嘛？那能看吗？哪些东西是你未来2个月要过的？你也给国人一个交代嘛。不然立法院开2个月延会2个月空转嘛？那能看吗？明凤，如果照这样看起来的话，朝野之间在未来显然也是烽火连天哦。如果照这种氛围一路往下，那大家现在甚或已经有很多媒体最近都已经估到那个哪几席比较危险，然后台中那几席怎么样，甚或有人大家开始做每一区的那些民调，那重点都摆在大罢免这个地方。
所以刚才讲的。有一些人的言行举止之间，到底吹的是自己选区正向的、负向的，还是对整个罢免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一些的影响啊？林佩瑶当然是负向的这个影响嘛。你没事一个人就说我是 Top One， 那当然会激怒很多人呐。那你的确啊，就像将军讲了，你国民党就要出来讲说我们是谦卑为怀的政党，我们没有自认是 Top One， 那是个人言论或怎样嘛。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打林佩祥一巴掌。可是你打林佩祥一巴掌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其实对他好啊，就是说，否则你这种言论也甚嚣神上，然后呢，大家都觉得你们整个国民党人骄傲的不得了，这种言论可以一直拥护。那有人打他一巴掌，就表示有人管教他，然后让他要谦虚为怀，这样不好吗？那为什么还要去硬撑这种言论？思刚也是很无奈，无奈有什么用？那现在是不用思刚不用被罢免了。但是如果思刚也在名单里说，你不是连累了思刚吗？然后像总统，你不管总统过去言论是怎样，他既然已经开口了。你就去嘛！其实绿营在骂总统说，现在都要大罢免，你还去什么和解什么东西？那所以就是蓝白的好机会，那你就不用怀疑他有什么样的动机或怎样。你有没有听到袁志刚讲啊？对啊，担心后面有什么操作？所以那你至少说团结合作或怎样？如果你国安简报你政党领袖都去了，你总统不出面，你像话吗？还是说蓝白很怕说我被矮化？你这个时候如果被矮化，你觉得吃亏的人是谁？是总统总统不管你开口说我是幕僚还是什么鬼的人要出来的话，你作为一个主人，你不出来这个接待整个在野的政党，那你觉得你是理亏还是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说，你就趁这个时机去平复那个我愿意是要听听你们跟我讲什么嘛。虽然有人说总统是可能要教训你们这些人，说那个国家这么不安全，你们还没搞东搞西的，那你就去听啊，你就听他在讲什么嘛。你们不是也要开国事会议吗？或怎样？你从这个开始嘛。所以我就说，你们要降低仇恨值的办法，就是这种。走和的路线嘛，因为如果说一个要罢免你的政党，好，你们都说是民进党要罢免你们，好，那既然国民党总统开口了，那你就去看看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就开始就不用否则大家就会陆续这种数学就继续算下去啊。这个是算台中的嘛，台中呢是这个。国家安全就是范老师发布的，对，他们做台中 F3最有可能被罢免的是谁？就是中间这个罗廷伟，因为他的同意被罢免是包95%。那其次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廖伟翔，然后再来就是黄健豪。那其实廖伟翔的联署数好像比黄健豪的还少啦。那其实就是罗廷伟是最高169，是排名国内第2还是第3名嘛？现在就看那个王宏威那个到底是171还是169嘛？如果是169的话，那就是跟王宏威并列国内第2名或第3名嘛。那所以说罗廷伟这样表现的这么出色，上个礼拜天趴在黄国昌那里头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大家就不得不注意他。然后呢，这次5月23号礼拜五要找这个吴宗宪、罗智强还有谢龙介一起去，然后台中市议员这2个比较 OK 啦，没有人认识他们嘛。可是罗智强跟吴宗宪虽然是不分区，但是最近的讲话仇恨值也不低啦。那你找这个谢龙介涉及到法案，不过因为延会到7月31号，那我就不晓得7月31号到9月1号中间。那怎么办？这要怎么闪嘛？那我就不晓得。那你不是增加自己的仇恨值吗？那我就不晓得国民党什么人不帮就帮罗廷伟，还是罗廷伟主动要求要帮的？那时候还是罗廷伟上个礼拜才报黄国昌，这个礼拜就报罗智强跟谢龙介，大家都已经在讲你罗廷伟政党的忠诚度很低了，那你还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印象吗？那上个礼拜去挺你的小草就说。哎呀，你还不是回去国民党的怀抱？那国民党就说，哎呀，你上个礼拜不是又去报了黄国昌？那你到底是要靠谁？所以我觉得像有一些人这种
自己像我觉得最好的示范就在对面嘛，对不对？对面人家一开始的时候吵来吵去，就一定会很高的感觉呀，结果他是低空趴过，掠过，你看他躲了多久了，对不对？那像这样子这么不躲的人，那我们不是要帮助他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他是最高的95%会被罢免掉。就是罗廷伟，所以我觉得在这种3阶一定要进行了。你看，大家就担心会有40天的所谓冷却期，所以大家要开始跳体操了，开始跳舞了，那增加这个热度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罢团呢，在某一些人的领导之下，真的我还是要讲，比民进党真的要活泼、有趣多了。大家就看着办吧。对，元君，如果照3阶，你最近看很多媒体上一些的报道，好了，有很多人在，除了刚刚讲好，你说台中有人做民调，有很多地方都做，那或是有用评估的，你一定看过一篇报道，讲说国民党有没有比较危险的4+2啊什么，你也有列在那个里头。对，那你会怎么样去打那个3阶？因为大家都知道3阶打热战，那如果你是被媒体列成那样的话，你要怎么打3阶这一战？我先讲那罗廷伟他的状况，他一定会要办一定就是要办这些活动嘛。因为所有的，其实现在大家看所有的民调，那你怎么办啊？我之后也会啦，对啦，只是他们比较快哦。就是说，你去看所有的民调，其实反对罢免的人都是比同意罢免的多，因为大部分都觉得说，不是去年才刚选完，那再怎么样你就之后再投嘛，然后人家刚当选没多久要罢免人家，而且其实这个都是立场问题嘛。比如说我刚刚讲核电，他们要罢免我们，那是很少人说因为立场罢免人家，绿的罢蓝的，蓝的罢绿的，大家一般反对啦，而且办这个罢免要花10几亿啊，所以大部分人是反对。但问题是，如果进一步问说，那你会不会出来投票？那大家就发现说，同意罢免的出来投票率会比不同意高很多，不同意高很多嘛。要去罢免的人，他的那个要去的那个动力比要反对罢免的那个天差地别，一个大概8成到9成吧，然后另外这边大概4成到5成吧。对啊，对，你们现在输就输在这啊。对，一个就是投票动力的问题，因为这种罢免就比较带有仇恨，就好讨厌你哦，不想看到你，我要让你没工作。所以你还要一起办活动这样子。像很多人都是426办完，譬如说大家都出来了。譬如说网友们来攻击我，要罢免的网友都说我要让你没工作，你赶快就讲的那种很恶毒的话。可是他都是那种带着仇恨，我让你离开板桥，很多人都这样带着仇恨来，他一定会去投嘛。但是不同意的有时候觉得说我反对，可是我好像也不太关我事，不是投票动力会有差。所以我才问说，那你怎么办啊？那你们现在蓝营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啊。对，所以当然就是一个就是要鼓励支持者嘛，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其实这个投票大家是为民主而投嘛，然后刚选上就要罢免人家，那以后选上罢免以后干脆改成每1年选1次好了，对不对？而且台湾现在一言堂嘛，只要有制衡就要罢免，对不对？所以要把那个价值感升高嘛，然后要把那个大家的那种感觉吹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是要。当然，敏凤姐每次我讲到这一趴，敏凤姐都不相信，她都不相信说有些人不理解那个不理解投票规则，敏凤姐都不相信。可是我必须要讲，真的很多人不理解，不相信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不是，你不相信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投票怎么可能罢免规则，真的是有。我家真的是有啦，我们旁边的人都已经去了，好不好？都已经真的是我遇到的啦。我就讲我礼拜六从台中来拉他妈，没有，因为这不是我编的嘛，这就是我真实遇到礼拜六、礼拜天。搞不好你还认识那个人，因为有的还在媒体上班的。对，媒体上班不认识不真的吗？就是真的。我等一下跟你讲是谁嘛，我真的跟你讲是谁嘛。你讲出来啊！对，我等一下跟你讲，他就是说投给我的，然后跟我讲说，我投你这票不会让我浪费吧？不会被罢免。我说那你7、8月可能要再出来投。他说干嘛要出来投？我说他投不同意。要出来哦，不是不理他就好。真的，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子觉得。我们新闻业者。对，然后所以那因为他不是跑党政的啦，他不是跑党政的，所以你们还要先说服那个规则，我们还要跟他解释，就是说，就是到时候要出来投不同意。所以一个就是刚讲动力，另外一个大家对规则不了解，因此他们现在办这些活动，除了办活动之外，除了吹热情之外，开直播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OK。除了吹热情之外，开直播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OK， 我补充一点哦，其实原之讲的这个做法哦，这是现象。可是你要讨论他为什么要讲出这种话来？
你知道吗？我在民主时代，我们整个台湾现在罢免过的应该不算少吧？有议员，有市长，对不对？立委都有，全部有，对，都有啊，全部都有。你绝对知道说罢免你要出来投票，一个是同意，一个是不同意，大家都知道。那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那还要出来投票？啊，就是不想出来投嘛。没有，真的是不知道。对，说是客气话。对，就是说。所以燕君，你会不会再讲我了？不好意思，没有，不是，因为很多人平常在过自己的生活啊。对，选举他会出来嘛。讲对，这平常他没有在管这些蓝绿之间吵什么。对，真的没有在。这是实话，就是说我当时你选举我支持你，我已经给你机会了。那现在我不认同他要罢免，我就不出来就好了。对不对？那你要我出来投不同意？他会考虑，你知道会考虑，所以他当然会用这种方式，还要出来哦。如果关心你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要出来投不同意票？他就是客气啦，就是我不见得会出来。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国民党一些委员到面临到，你看到今天就是要罢免王宏威委员的那一区的一些的罢团开了第一枪嘛，刚刚讲做健康操啊什么什么这些。可是对于国民党一些委员，包括在立法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动作，譬如袁凤。王宏威委员有在立法院有质疑说，那个罢团是会掌握到民众的一些个资啊，就是有关于个资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平心而论，现在人都比较在乎个资、个人一些隐私啦，或什么这些。那质询的这一些的部分，那你觉得他质询这个对于整个罢免他们要反罢这些会有什么帮助吗？其实没有帮助，反而还扣分，因为这个只会让大家会想起说，你王宏威如果那么在乎民众的个资的话，第一个，当时你去公布这个罢免王宏威领先的阿美的个资的时候，那你那时候怎么不去强调个资的问题呢？然后再来。当你们国民党党部现在很多都被调查，包含连台北市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现在被收押，那你们中山区的这个区党部，这个主任也好，或者有一些志工，副工会的，然后也坦诚说啊，他们就是有抄，那你也应该捍卫说，做这个是违法的事情啊，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去抄国民党党员的名册，因为不是只有一般的民众的个资是个资啊，你国民党党员名册里面的这些党员，他的个资也是个资啊，所以你王宏威应该是要站在同一个标准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今天只要是涉及你自己的或者是国民党的，你觉得这个我就已经被冒犯了，所以你在立法院用你的职务来去做质询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中间选民或者是台北市。因为台北市的这个市民朋友，其实大家在这个大罢免的议题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的，非常。所以刚刚原之委员有讲说什么，那个人不知道说要去做罢免，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少数，而且也很有可能是，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本来他的投票意愿就不是那么的高的，所以他平常没有关心政治。但我要讲，大部分的人对大罢免投票的期程或者规则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你不要再说我了，好，已经有2个了。这个大家真的是，然后接下来他下次一定还是说你。接下来进到第3阶我觉得啦，这些国民党的立委应该要去有3个部分。节奏上啊，就是第一个，当然陆海空一定是齐发嘛，那有陆军的或没有陆军，没有陆军的会比较惨啊。有陆军的，他可能还有一些条啊咖可以帮你捍卫嘛，组织战。第二个就是节奏，像刚刚在讲说，罗廷伟你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就马上找黄国昌去帮你站台？而且他哭的。对啊，他哭的真的还蛮难过的。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难过、很伤心嘛。然后把他的希望、全村的希望，好像是放在黄国昌的身上。他应该哭倒在朱一伦怀里，或者是卢秀燕嘛。那他哭倒错人了，结果哭倒在黄国昌的怀里，反而还被人家做文章。第一个节奏不对，第二个你还犯的错。但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等一下。原之也可以回答这一块。我记得原之在节目里面讲过，问如果黄国昌要帮他站台的话，他要不要？你会嘛？对不对？因为原之，我记得原之讲的意思是说，反正要罢你的人全部都出来了，你这时候能够找到那个就是能够支持他反罢的人，黄国昌来多一票都是一票。罗廷伟会不会是这样？就是反正只要是浮木都捞。现在对他来说，如果他自己应该也感受得到民调上这些的话，那黄国昌来，毕竟白银是友军啊。那我这时候就算哭倒在这，小草会感动啊。其实与其要约黄国昌去帮
原之委员站台，他应该考虑去约他们在地的议员帮他站台，反而还比黄国昌更有用。因为实际上这些议员能够掌握到的地方的组织，绝对比黄国昌更好嘛。黄国昌在新北有什么票？他连戏子他都不敢选了。他说，那今天去帮叶元之委员站台，你觉得他在那边会有什么号召力吗？可能人家在下面看的还更讨厌，对不对？仇恨值还那么高，所以不一定有帮助啦。那更不用讲其他区是这个状况了。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这些30席的立委3阶还在考虑说要跟民众党合作的，我奉劝他们真的要想清楚。那我就直接帮你问，来元之，你们跟民众党未来之间，因为黄国昌在台中是在讲说，罢免这一战他们绝对不会缺席，所以显然就跟你当初讲的一样，如果他愿意来帮忙，你一定会热烈欢迎他来帮你。可是会不会出现刚刚讲那个仇恨值，那个一正一负之间会拿捏不出到底最后是加分还是减分，会吗？我觉得不会，因为现在民进党都一直在黑我们嘛，就蓝白嘛。那民进党一直在催罢免嘛，那当然我们就要结合所有的反罢的力量。对啊，民进党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就放过我们，不会嘛。现在就是网络上剪接什么影片去扭曲啊，然后去乱讲一通的啊。上次我也有讲过很多东西，对，他们都是他们在弄，像吴思瑶在那个党团开记者会攻击我，他护航林月琴，然后攻击我，还拿了一个错误的资料，这个比比皆是啦。就民进党都不会放过我们的，用各种素材。对，所以你说，当然我们要结合所有，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想要独裁嘛，就要一言堂嘛，要把在野势力消灭嘛。那当然我们就是要结合在野的力量啊，我们是监督的一方，制衡的一方啊。以前民进党的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那时候党外啊，陈水扁、谢长廷，然后什么一些3剑客，他们就喊一个口号，叫做民主靠制衡，制衡靠党外啊，每个都当选啊。现在执政党就是不要制衡嘛，所以让在野党没有声音。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野党还不团结，被各个击破，那就民进党就更高兴。为了民主，我们一定会合作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任俊，是我们一攻一守之间来看，如果刚刚讲说国民党会面临到3阶这些的话，那国民党现在要罢吴思瑶跟吴佩益，现在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因为那个过程一直扑朔迷离的，然后还有因为今天包括司法侦办的动作还在往下动，没错，包括基隆张志豪议员要罢他的那个，然后领先人是收押，对，然后包括宜兰是不是主委有被，就是说这些动作也还都在往下走。那当这些动作还在往下走，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吴思瑶跟吴佩益2个委员的国民党要罢的过程，现在有机会吗？不，这是国民党最矛盾的地方啊。因为你刚刚提到几个地区有被搜查的，有被干嘛的？事实上，朱立伦从来没提过这些地区啊。他唯一 focus care 的，不过就2个原住民立委嘛。黄旅锦如是一直不断的强调台北市2名的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其他党中央其实根本不碰啊。那所以我会讲，就是他的矛盾就来自于是他一方面又说以罢制罢这件事情是他们要抵制民进党用这个恶罢的方式。但是对于所有罢免过程所产生的纷扰，党中央又当作没看见。所以就是你刚刚提到说，那到底市北跟中正万华到底进度怎么样？老实讲，谁知道？今天传出一个讲说啊，这个市北那一边哦，说什么他们这个回收的联署书，这个愿意更换领衔人的那个同意书嘛，说已经达到了这个2000多份嘛。对啊，结果今天你看到一个报道，立刻就跳出来讲说，国民党内也没人看过，就全部都抓在赖以任的手上。你们真要讲各自，这才是各自的问题啊！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各自这个这么关心？是因为以前大家觉得罢免嘛，就是签完名。这一次包含到调查的那个过程当中，也有县府的、市府的官员实质到涉入到其中，拿着民众的个资，要么又比对笔迹，要么又干嘛的，那一块让大家真的会担心嘛？连罗明才都讲说担心这个会不会被那个什么诈骗集团拿去用啊？结果发现到，对，现在有出现这个状况的，我不敢讲说是诈骗集团，但有各自被冒用的，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嘛。所以我会讲，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啦，确实啊，你说进入到这个3阶的这个阶段，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柴火添起来啊？我不认为国民党有办法吹出支持者的热情啊。我第一个先讲，我不认为有办法吹出支持者热情。你从朱立伦以下所有人讲都是仇恨式的语言嘛？2种，第一种，最近他们言必谈赖清德，是嘛？然后也不讲赖清德总统或什么，反正就是一个独裁，另外一个就是就是赖清德会不会就是大罢免都是由他来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
像你刚刚讲罢摇那一块，因为领衔人要换，基本上是有困难。可是他们现在最近不是讲，你刚刚讲赖以任讲说那个同意书都已经收齐啦，或什么什么，不管同意书收齐与否，然后或是刚刚讲说联署的，因为同意书就算够了，还要联署的份数也够嘛，对不对？联署不够，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状况？这2区不管最后，等一下也会谈到那个吴佩仪这一区，不管最后过与不过，够与不够，我都送。送完以后，中选会把我打掉。中选会打掉以后，我再加一个筹码，他们连我们罢他都不让罢。是中选会把我干掉。是，那仇恨值会不会再往上加？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要不然蓝营要罢绿营，什么都没有，他们怎么回头去跟支持者交代啊？不是。但如果是被赖清德政府的中选会干掉。这会不会再多一个筹码啊？那这个筹码什么时候能够拿来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成现金？那就等下一次选举嘛。要等到下一次。那你唯一能够验证只有到下一次。可是在这一次大罢免的时候，他们可以拿这个多一个就是手的时候，吹出自己支持者的热情啊。那同样的，那就不叫吹热情，叫吹出支持者的仇恨嘛。是。就是国民党现在看起来，从朱立伦以下所有人用的言辞，您刚刚都讲了嘛，就是骂赖清德这样，所以他一定会把它视之为，就是说大家出来投票，不是来挺我，不只是挺我们，你要对赖清德投下不信任票，是，那个跟倒阁的说法是一样的。可是他有多大的效果？您刚刚特别提说，因为在累积一个修美不嘛，中选会又不公平。啊，请问国民党有认为中选会公平过吗？即使到今天各个查核的部分，还是由地方县市政府的选委会。你几个被刷掉的，被拿去提告的，是因为你自己执政的县市把你查掉的。他们绝口不提这段，一样跟你讲中选会嘛。同样的状况有没有反映在刚刚您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上？我今天找黄国昌。到底对国民党的人来讲是加分还是扣分？我其实老实讲，我赞成原之的那个说法，因为很简单嘛。现在支持罢免的人，请问他会去投票的动能达多少？刚刚都提到8成9成了嘛。请问再加一个黄国昌，有差吗？就也不会到100%了，不可能嘛，就已经紧绷了嘛。你说我是放弃治疗的做法吗？不是啦，我就讲嘛，因为他已经紧绷到一个程度了嘛。那你说今天叫黄国昌，我看到黄国昌更生气，你本来就生气的人了，你就会去投了啦。那就已经是在8、90%那里面的嘛。那可是对蓝营不一样啊，有一个人把我吹出2票3票。我为什么不要？我就想办法这个，所以哭倒在他怀里，完全理解嘛。你就继续哭，你等到下次选举的时候，民众党那里派人，你也去哭，我看你哭的点会不会一样，就很怪嘛。因为他哭的点说，我当时因为柯文哲极力的推荐我才能选上，你把卢秀燕放在哪里啊？那时候是因为民众党那也没推人呐。你今天如果民众党推人的时候，你要不要再去？谢谢你推人哦，我会再努力，我会想办法选上，怎么可能？这就是利益嘛，就大家为了利益上面做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啦您刚才也问说奇怪今天国民党这么多的这个扣分的状况，党中央为什么不管？我跟你保证，国民党不止不管，他会更退缩。为什么？很简单嘛，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原之坐在那个地方嘛，所有的成败就你们自己扛啦。我党中央干嘛给你下指导棋？你讲林佩祥，我用最简单用林佩祥的例子，林佩祥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状态耶。你除了看到他在节目上那个样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站在街头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啊，他一个人拿着那个板子站在那边形单影只然后旁边霸团围着他。以林佩祥的身家财力跟他的状况，找不出2个工读生，他不要，他一个人站在那，他引述什么？我被欺负啦，我被包围啦，你看我依然挺在这个地方。有人说什么他没有服务地方什么什么，我跟你讲，他打的就是2手策略。我第一个行诉，你看大家霸团包围我就一个人站 ，OK， 我不相信你找不出工作，他故意不找的，他就一个人在那。但是呢，我竟然进了回来去挑起我的支整，对那些人的仇恨，动手就是这样来的。好，那我就再问一句，党中央如果这时候介入了。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干，你就是这样。那一席真的被罢掉，请问账算谁头上？你要算朱立伦头上吗？党中央才不会管呢。所以党中央为什么从头到尾在这件事情，他始终都没看见，他也不会去管，因为很简单，就是你个人造业、个人担之外，对不起啊，你的位置自己去捍卫嘛，自己去守住嘛。朱立伦连你公开讲说要罢掉2席原民立委，结果那原民立委的那个案子到现在还在办，朱立伦
绝口不提啊。党中央才不会管呢、那党中央为什么从头到尾在这件事情，他装作没看见？他也不会去管，因为很简单，就是你个人造业、个人担之外，对不起啊，你的位置自己去捍卫嘛，自己去守住嘛。朱立伦连你公开讲说要罢掉2席原民立委，结果那原民立委的那个案子到现在还在办，朱立伦绝口不提啊，完全当作没事了、完全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他不断的另辟战场出去了嘛。OK。接下来大罢免还会怎么样哦？先回答一下刚才元真的问题，在场几位应该也都是跑立法院很久，包括国内的政治。当时党外3剑客，我没记错的话，陈水扁、谢长廷还有林正杰，对不对？对，你忘了林正杰？林正杰。OK， 好，来，或者直接问一下，刚才讲国民党这2席就是要罢绿委的这2席，吴思瑶、吴佩仪这个。吴思瑶那块看起来就现在还在那个领先人到底能不能被捕的那一块啦，这个。但是吴佩仪的这一部分捧红了一个李孝亮，然后包括见不见得到朱立伦啦，所有这些。可是这整个过程现在变成有人形容说李孝亮感觉上是国民党现在所有在要罢绿委这边最重要的希望了。我先讲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听到的是说吴思瑶那边领衔人过，因为他已经宣称他过了嘛，换你说换同意书了，但是好像联署的状况还是不够了。那李孝亮这边就更不用讲，他上次喊6000份，那实在差太多了。对啊，我就觉得他这2个的状况，我一直都觉得他们那2个应该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你现在状况就是蓝绿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蓝绿来讲的话，蓝还是弱势。好，那你就没有那个势，你非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策略上面不应该这样去思考了。你这一说这2席就不要再罢了，因为你早点把有限的资源摆在正确的地方，比较好去做这件事情，论述上也比较好论述。但我必须要讲，我先呼应一下刚叶委员的讲法，我觉得他刚刚讲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就是说，因为罢免并不是台湾人民在台湾人民中公民权行使长期以来都没有这一块嘛，你大概就除了高雄、中二、王浩宇、黄捷、Freddy、黄国昌，对不对？这几个嘛，然后再来就一个谢国良，那唯一我们有热战的概念是从谢国良开始，谢国良之前是没有热战的概念的，对，没有他，对啊，只有谢国良是真的热战嘛。黄捷那时候号称是热战，其实不是嘛，对，也没过嘛，谢国良是唯一一个热战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讲说国民党第一个要回去看谢国良的 case 好，应该在整个思考上会看谢国良 case。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在讲林佩祥的时候，林佩祥他就比别人有这个好处好，就是说他的选民才刚经历过，他选民知道该做什么嘛。好，那如果说真的是像绿营想的说，所有台湾选民都知道说，在罢免这件事情干嘛的话，好，那些不同意罢免的人也知道自己干嘛的话，大罢免已经结束了。你怎么会赢？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他干嘛，不知道他那个东西要做什么，所以你的悬殊才会我这边的热度这么高，你这边热度这么低，才会有落差。那蓝绿之间蓝军就要去拉近这个落差嘛。我希望把我的支持的热情拉出来，把中间选民盯出来嘛。他本来就要去做这件事，让中间选民知道说，你如果不赞成绿营的话，这中间有分2块，一块是蓝军，蓝军的或许大概会知道，但中间选民并不知道他自己中间有什么角色，需要去做什么事情。蓝军本来就应该要去把心力放在这一块，怎么把中间选民盯出来，让中间选民知道说，你要去思考说，你第一个你要去思考说你赞不赞成，那要告诉他说你赞不赞成的时候，你该有什么动作。这国民党本来就应该要去做，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各个民调都告诉你说蓝绿板块还是绿大于蓝，所以大家都盯基本盘是不够的。你蓝军要打热战，因为你这次不可能冷战嘛，冷战要死一片嘛。你要打热战，你就是要去诉诸中间选民。这件事是蓝军要去做的，一方面要陆战去做。那其实我讲一下，以你从谢国良例子来看的话，现在办造势是太早了。现在办造势太早，那个大概要最后1-2个礼拜，你现在还是应该整个铺陈为主。但是我就讲说，你蓝军不要忘，你还有一个舞台在立法院嘛。那立法院我刚刚讲了，你这2个月你到底要过些什么东西？你蓝的要拿些东西出来啦。
你像前一阵子的国定假日，好4+1，好，因为绿营处理的不好，所以其实蓝军加分。好，我相信绿营的那个论述很多劳工是听不下去的。我放假犯法，对不对？你们还可以讲说我不应该放假，可以讲的义正言辞，就是你原本你民党是一个跟劳运结合的政党。那其实国民党那个状况本来就是政策买票啦，其实不好看，但是因为绿营的反应不好，所以变成国民党有加分。那国民党也要去思考说，你如果既然你要延2个月，你就把2个月菜单端出来啊。好，我今天坐到桌上面，你告诉我这2个月我可以吃到什么菜单？1、2、3、4、5、6、7、8、9嘛。好，你如果有，你会因为就局势是在转变。我之前一直讲，包括小笠原最近也在讲嘛，就是说。川普是这中间最大的变数嘛？川普造成赖清德的气势下滑，这几个民调都告诉你说，赖清德最近是有下来嘛？哦，只是他并没有下，有的死亡交叉，有的没死亡交叉，但是他是有下来的。那你国民党要怎么去利用这个气势？就是不能够一天到晚只在想蓝军选民要什么了。你可以给中间选民要什么，才会是决定你最后胜负的关键。不过将军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的过程我刚刚讲，因为司法侦办的脚步还在走。对，还在过。如果像这样，像今天是基隆要把民进党议员张志豪的那个领衔人被收押，然后国民党的宜兰县党部的主委被约谈。如果3天来一个，然后那个不是第一个成案的在南投还哪里的民进党的议员，他也不爽，他也说他也要去举发，他要提告。对，就你几天来办一个这些。国民党光忙这些东西就忙不完了。就朱立伦，本来大家都在讲说，是不是有办法把这整件事情，不管是有没有人要针对这件事情要道歉、要负责或者什么，把这整个火给灭掉吧。但看起来现在这件事还是在一直往下烧啊。我讲国民党的重大的政策决定可能是中常会然后中常会那主席一定会一些中常委他已经比较友好的要推这个重大的案子。国民党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霸制霸，这个政策中常会是不是通过了？我告诉大家，以我认识的国民党，中常会一定通过。这么多国民党的立委都被罢，所以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要以霸制霸。这中常委绝对知道。那这个政策出了中央党部之后，当然要透过了主发会，然后由各个的这个所谓的组织委员会啊，或者负责选举的部门去通知各个地方党部。重点来了。这个政策现在是不是错误的？我讲对于国民党的基层党员来讲，认为这个以霸制霸是天大的错误。不敢讲而已。为什么？你们中央下命令，最后收押的是我们呢？被抓去问话、交保交钱的是我们呢？那你们中央大人不讲一点话吗？不出来扛点责任吗？中常委你们也不讲话，国民党的党主席也不讲话，秘书长也不讲话，就让我们这些人任人被约谈、被摆布、被欺压。那你认为这些国民党的人他心中有没有委屈？我告诉大家，现在被压了快要20个嘞，包含了什么领衔人啊、什么书记长啊、执行长啊、主委啊，这只要有发起罢免县市的书记长，几乎被压光了。书记长几乎被压光了。那书记长被压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是中央下的命令。这个在台南地检署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嘛。中央主发会那15个字都解出来，就是主任嘛。组织发展部门的主任、组织部的主任直接通知我要做这件事，而且呢，期限10天，3000加3000 6000份。那大家认为宜兰的是谁通知的？基隆的是谁通知的？台中的是谁通知的？双北的是谁通知的？都一定是组织发展委员会里面的某个人，或许不是都是主任，可是一定是主发会通知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主发会的主委徐宇珍，他开会要开到31号，所以检调不会去刻意的约谈他，因为要避免争议，也不可能去压他。那底下的这些人，这些党工心想：哇，你是立法委员，那我怎么办？我被压了，主席都不出来讲话。重点就是主席不讲话、不面对，一昧的把这些事情全部推到赖清德身上，都是赖清德的压，都是你们要搞。最重与最轻，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问题是有没有犯法嘛？他就是犯法，他就是伪造文书，他就是抄袭嘛。那现在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越办越快？因为我讲过，那个调查的模式出来了。当南检查出来了，当基隆地检署慢慢有状况，你说宜兰会不动吗？他的这个调查的逻辑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今天基隆的领衔人游正义被压了，被羁押了。
那你认为基隆这个罢免张志豪的案子还会推下去吗？怎么推啊？领衔人都被压了，难道要再投一次票罢免游正义，然后换领衔人吗？不可能嘛！所以国民党现在整个反制罢免的方式荒腔走板，无人负责。那其实现在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党中央直接出来，都不要办，都是党中央下的命令。冲我来，冲我来，真的冲着我来，是我下的命令。减掉，不要为难这些人了。我是主谋，都是我下的命令。我告诉你，这样出来之后，国民党或许基层对他还有一点点向心力会被激发出来。哇，党主席有 gas， 秘书长有 gas， 让这些基层的党工都不会害怕了。你反而会把这些基层党工的力量激发出来。否则现在保了一个主席，保了一个党中央。我告诉你，当你只剩下党中央，地方党部几乎瓦解的时候，你国民党还谈什么力量？还谈什么选举？还谈什么组织？组织没了，力量没了，地方党部都没了，支持度也跟着没了。元之，你们面对这些怎么样？这过几天就来一次，有地方党部收了或者什么这些，你们现在到底针对这些怎么办？怎么办哦？就喊办蓝不办，像你不能一直喊这个啊。像那个党，我们那个中央党部就是等着他们来啊，所以每天早上在选于将军当主席，就有人处理了啊。每天会里面开除了，每天早上在那边开直播，对啊，就是做好准备。那不能天天这样子啊。但这个国民党可能也没办法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主要是针对之前的已经送出去的案子在做调查嘛。那第一个就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案子还在联署当中啦，就不要再做一样的事情啦。那第二个之前做的事情，检调一定会查的嘛，就一步。那最近一波是针对那个原住民嘛，所以屏东被抄之后，昨天有一个好像昨天早上赖清德总统才发表完520的谈话，没多久呢，那个评检啊就北上到我们那个主发会有一个负责原住民工作的一个专委，他就把他带去南部就调查。但那个专委呢，其实他是一个癌末的病人啊，他刚做完化疗。那本来律师是想说，是不是可以申请就是视讯，因为刚做完化疗是非常虚弱啦。那想说是不是可以视讯，但是检方也不愿意嘛，就是把他从北部带到屏东去。然后我们当然是觉得说，这个司法的过程当中，法理情啊，就是说连一个这样的一个都癌末的病人，做完化疗虚弱的人都还是要做手段。那当然会觉得这个司法对于国民党是真的是特别的，不讲情理啦，哈，不讲情，我只能这样讲啦，不讲情理啦。那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国民党个人的感受啦，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民调啊，媒体做的民调，其实对于赖总统上任这1年的司法改革，其实都是最不满意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是镜新闻啊，镜新闻大家一般总认为它比较偏绿嘛，比较偏绿。你看他这边也是呈现出来，你对于赖清德1年来哪一个项目表现最不满意？有20%的人认为就是司法正义。那大家觉得这个20%不多啊？没有，因为他每一项他是单选的，对啊，他是单选啊，这20%。那你去看，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 TVBS 做的民调，其实司法这一块呢，也是高达快60%的人不满意。有20%的人认为就是司法正义。那大家觉得这个20%不多啊？没有，因为他每一项他是单选的，对啊，他是单选啊，这20%。那你去看，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 TVBS 做的民调，其实司法这一块呢，也是高达快60%的人不满意。好，那个 TVBS 它是复选，所以司法有60%。那包括除了司法之外，像拼经济啊、能源啊、打诈啊，或者是对于政府处理川普的关税政策，都是高达60%不满意。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个指标啦，因为除了看哪一个项目不满意之外，还可以看对于赖总统他不满意的一个趋势。像镜新闻做的民调，在6月16号，6月16，这个6月16还没到啊，没有，去年的6月16，去年6月16，差一个去年6月16。那这个等于是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是刚上任，其实大家对他有期待哦，大概对他不满意只有25%，有60%的人没有投给他，可是对他不满意只有25%，这代表说
没有投给他的人，蓝白没有因为他是跟我们不同政党，就直接因为立场否定他，对他是有期待的，所以不满意是这么低。可是你看一年哦，进新闻的民调都从25%到了42.2%，就是确实就是大家对他不满意才会有这个上升。TVBS 更明显 ，TVBS 他刚就职1个月的时候是32%不满意，可是。现在就职1年已经55%不满意。那我觉得赖总统本身自己要去思考啦，是不是这1年来给大家印象就是有关于民生的、有关大家食衣住行娱乐、安居乐业的这一块，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是让大家感觉都是在斗，然后就是要罢免在野党哦，跟领衔人开会啊，鼓励民意代表、民进党民意代表去联署啊，都是在搞这些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已经有发声明出来，就是说没有这件事，总统没有跟这个领衔人开会的这件事情，已经正式澄清。对，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每次民进党的议员出来爆一个料，然后很快就会有否认。没有，洪建义议员他自己也在脸书上面也声明了，他也道歉这件事。上次卓冠廷也讲说，赖总统主席都要叫每一个人去帮助每一个罢团，就是他很关心罢免这件事情嘛。但是对于大家关心的司法正义，大家关心的。税、经济、打诈这些，他有没有花一定的心思去处理嘛？这个，所以他的满意度才会一直不断的往上攀升。好，我们把这件事情先要分2个部分。第一个，严凤，司法的这一块，你可以出来。袁之今天讲的算含蓄，但你听到朱元他们就直接讲到，就是司法检调为赖清德所用，甚或国民党，像我印象中是罗志祥委员讲的最直接，什么鹰犬，什么类似这些词全部都出来了。那如果有犯法的一些问题，当然一定要侦办。这过程当中，跟这次的罢免国民党所推的这些，但你可以听得到，国民党一直在这一块，显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说是被执政党拿来利用打击在野党的一个工具。第一个，刚刚原之委员有讲到说，什么总统发表谈话之后啊，什么评检就去搜索了这个原住民啊，就刻意把这2件事情把它兜在一起，想要就是影射说，司法是民进党可以控制啊。第二个，司法好像是不近人情，只要是办国民党连这种生病的人我们也是就是对他下重手。这完全不是事实啊，对不对？你一直讲说办蓝不办，先讲他们一直强调办蓝不办绿。那请问民进党犯法的有没有办？有办啊。共谍案有没有办？被羁押的也是被羁押啊。所以国民党现在一直去质疑检调办蓝不办绿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在抹黑基层的这些司法检调人员的公正性嘛。人家都是正式考试进去的，凭什么你们国民党遇到你们自己的时候就觉得人家是什么办蓝不办绿没有公平性的问题？那不公平嘛。然后第二个，他刚刚也一直不断在讲说，这个总统的民调，我觉得民调这件事情当然有我们需要改进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努力的去达到民众的期待。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你们自己也要去思考另外一个民调是，为什么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你们民众党的立委的满意度却比你们国民党还高？你们的席次比他多，你们是最大党。他们都是不分区的立委，你们那么多区域的立委，结果民众党的满意度是29.7%，国民党是27.4%，然后不满意度国民党是59.8%，民众党他是54.6%。你们满意的比人家低，不满意的你们比人家高。如果按照叶元之刚刚委员他刚刚讲的逻辑，说这个就是民调的印象啊，所以要检讨啊。那请问这个民调，那国民党的立委都不用检讨吗？这1年多了讲了很多，包含是这个内政的问题，这个当然会关系到立法院的，包含预算，包含法案，都是有关于我们国内内政推动。不要讲只有这个，包含现在面对到关税的议题，我们有特别预算，我们像。总统讲说今天要邀集这个朝野，然后由这个国安局来做报告，他就是希望能够让朝野不管是蓝或白知道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中国嘛。那我们现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局势，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子跟其他的国际社会来合作嘛？这个是总统他当然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问题是。我们都抛出这个善意了之后，现在国民党的立委就说你们都不来啊，你这算什么啊？这是讲场面话
啊，你们也不愿意沟通啊，不是我们不愿意沟通吗？来任俊，刚刚补什么？这个我老实讲哦，就说因为朝野没有互信啊，要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沟通些什么？你要怎么沟通？光一个赖清德今天跟你讲说我要超进朝野这个对话，不管他这不是朝野领袖对话了哦，因为到现在也没定案嘛。我刚刚敏根峰还是跟我 double check， 就是说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也没有定案。可是我光讲啊，国民党当然试图透过赖清德放这个话出来啊，他释出这个善意啊，不要讲人家放话了啊，释出这个善意，试图去颠覆一些事情啊。最简单的讲法嘛，第一个。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在国会里面，大家为了那个修那个总统到立法院进行那个叫国情报告嘛后来进入这个宪法法庭里面，是不是也说你立法院在那个部分你已经逾越了今天宪政机关赋予行政机关那些宪政权？那结果今天这个赖清德的那个520说法一出来的时候，立刻有人说，那你就来报告啊，那这样啊，你报告你叫他来报告，那前面大家吵的那一段去哪里了？船过水无痕吗？就没有了，他这个例子就定下来了嘛。包含到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哦，你今天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他今天对于赖清德所做的这一些的东西，其实都只是不断的拿一个仇恨值出来，就讲你真的觉得他在乎说我要不要跟你坐下来啊？光一个说，我找国安单位跟你这个做这个我们目前国安简报，赖清德要当主持人，你不当主持人就没有诚意。这跟诚意有什么关系？但对不起，国民党就是这样干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回来看，就是说整体上面来说啦，你今天在野党到目前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到底在乎的是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待遇，或者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尊重？因为对国人来讲，你说那个民调的那个部分啊，赖清德当然啦，不满意一定高于满意啦。我觉得哪一个总统民调会讲说我的满意度一定高于这个不满意度？可是我们今天就回来看，刚刚提到的那几个民调，我跟你讲，民众党开心啊，民众党极度开心啊。为什么？当时在讲罢免这些，所有人论述都一致的说法就是，民众党因为他不用被罢免，所以国民党成为一个要被罢免的几个立委的那个政党，你想想看，所有坏话都是在骂国民党。国民党他的当然满意度一定一直掉嘛。对民众党来讲，他没有被骂的东西啊，除了最近这几天那个李义军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国民党在承受这个骂名嘛，所以国民党的支持度往下掉，然后他满意度往下掉，不满意度往上升，完全可以理解。OK，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问题就回来了，对于民众党来讲，他现在整个的是赚到的。国民党还一直不断的把那个火一直往上拉，就是说你赖清德只是嘴巴讲就讲空话，没有诚意，没有什么的。你看黄国昌就写2句。写那个信什么时间不多了什么就这样写而已。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一局里面，民众党是赚的嘛。所以赚上来之后，其实讲实话啦，到最后大家因应的还是说，你今天怎么样到了第3阶的这个？因为老实讲，现在去谈论说你今天去骂赖清德，去仇恨什么，你已经骂过非常多了。没有在民调上面，因为接下来包含真传媒什么，大家都还在做民调，你没有在民调上面用你的说法去说服。那些扩大支持者，你甚至连自己的支持者都开始在跑了嘛，这才是你的问题啊。那敏凤，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内外交迫之下，刚才连后世都觉得说，那个策略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再继续这样往下，包括以霸制霸，还是全心去反霸？很多的这一类，或你刚刚前面有批评说，对于一些不当的言论。到底大人要不要出来讲一些话，这才是对整个党的发展会有帮助。可是现在，第一个，30个委员要面临这样的罢免；第二个，这2天媒体上有讲说，到了6月以后，胜或赵少康讲说，如果3阶投票的投票前1-2个礼拜，包括卢、包括韩、包括蒋，然后3位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最重量级、有人气的这些政治明星，要出来全力防守这些。也有说卢秀燕会不会在6月以后跨出台中以后会帮国民党很多地区的手，但这些尤其像卢秀燕，大家说他2028是不是有大位的可能性？那他可能也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一个对手。今天媒体再报一个张亚中，那每一次选战的时候他也会来参战。所有这些一弄进去，朱立伦现在我到底是要先顾党主席这一块？我还是大罢免这一块，我到底左支右绌之下，我到底该怎么样？现在对于朱立伦来讲，
他真的能够单纯心思就想着大罢免这一块了吗？这我跟你讲，朱立伦当主席不用顾了啦，顾不了了啦，好不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顾全了大罢免，才会顾得到，对吧？当主席嘛，这个先后顺序要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你潜在9月份有一个党主席的选举都在。那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卢秀燕说6月要开始要走出来了？那显然就是有动作啦。党主席选举的一个对手，今天媒体再报一个张亚中，那每一次选战的时候，他也会来参战。所有这些一弄进去，朱立伦现在，我到底是要先顾党主席这一块，我还是大罢免这一块？我到底左支右绌之下，我到底该怎么样？现在对于朱立伦来讲，他真的能够单纯心思就想着大罢免这一块了吗？这我跟你讲，朱立伦当主席不用顾了啦。顾不了了啦，好不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顾全了大罢免，才会顾得到，对吧？当主席嘛，这个先后顺序要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你潜在9月份有一个党主席的选举都在。那为什么我就说为什么卢秀燕说6月要开始要走出来了？那显然就是有动作啦。那如果说他台中市做得好好的，他只要保他的台中3子就好了，根本就不用走出来。可是他今天走出来的时候，就要保全国的，就可能要保这个全国的这个30席嘛。那加上所有的大人下去，那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动作啊。那今天谁在力推卢秀燕当党主席？是钟东锦的。钟东锦在4月23号中部这个县市会议企业的座谈会上面，就突然冒出来一句：“卢秀燕很好啊，是下一届的党主席。”在我们蓝的群组的县市首长群组里的对话里面，大家一致认为卢秀燕是最好的下一届党主席的选举。他这样子讲出来之后，没有一个蓝的县市首长否认。他在这个群组里面是这样讲，然后接着新北市的蒋根煌又跟进了，他也觉得卢秀燕是一个好的这个党主席的选举。那你觉得这些县市首长跟地方议长这样的一个表态，一个很委婉的表态、暧昧的表态，他们隐含的是什么东西？隐含当然就是对于现任的主席，不管是你引发了所谓民怨，引发了大罢免潮，或是因应的大罢免潮，通通没有一样及格的嘛，通常就是做得很烂的，根本没在做。对不对？那连2个人，那天不要淑慧坐在这里，认真做的话，应该做得起来。那就是没有认真做啊。那你只喊一句口号叫以罢制罢，那你就要罢得起来啊。现在搞到如果没有一个立委，不要讲说那个什么议员之类的，我也不晓得他们去罢个议员要干嘛，因为议员明年不就要卸任了吗？那无聊的要命。如果说没有一个立委成案的时候，那你朱立伦怎么交代？你的策略就完全失败了啊。然后对于那个李孝亮是唯一认真的人，可是你们又没有，你自己都不下场去整合。这种万华中正地区议员之间的东西，是影响你大罢免签得出来签不出来一个关键。照理来说，主席讲一句话，他们应该都会听吧？对啊，但你根本不下去整合。中正万华的国民党议员有点难整合了。对，但是你要试着，你既然坐了党主席的位置，你就要试着去整合嘛。对啊。所以你这个北投的东西，你也要去下场嘛。那你又不是做总统的，那你是做在野党当主席，你就是要拼命救你的立法委员啊，你做什么都不为过啊。可是你就偏偏被人家大做文章，觉得你就是不想去洗头，你就让别人去洗头而已啊。那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你没有什么作为，然后你提出来作为，你提出来一个426的游行，这个活动，大家就觉得说，国民党一直说很成功啊，对，成功的完成了所谓不能成功的罢免的那个案子啊，大家就认为说，你如果不办426，像那个
台中县区比较周边的，什么盐宽海109的江启臣108，江启臣跟那个盐宽海都是县区，然后那个杨琼英102的，这些人都不会过的。你说是426吹出了那些要去联署的，对啊，就是有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有人反作用就是反作用。我觉得这一局的关键是中间选民，你要想想看，台北市这样深蓝地区，连台北市的这个在这个做民调，不是林卓水讲了吗？他看了一份民调，说台北市民对于民进党的满意度还比国民党高。台北市民什么时候对民进党的满意度会比国民党高？你就显然惹怒了台中市的这都会区台北市的这个中间选民嘛。所以你们要去解套的是中间选民这一块对你们的不悦啊，不满嘛。所以你们完全都没有做出来，让人家一个。譬如说，如果说你先说你承认我不应该司法这个死亡联署的时候，你就是凸显了司法是不是有过当执行比例的问题嘛？那你去道歉说好，林佩祥不应该讲这个话，就是社会就觉得中间选民觉得你们有认错的，决定不是你们整个党都这么骄傲。我觉得这种作用不是说我硬挺到底、死杠到底，就会弄到赢了这个，我就不晓得这个国民党是要怎么想。可是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出来支持卢秀燕？因为他比较柔和嘛。他如果出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中央部会历练的一个当主席哦。可是他的柔软身段，他修正也很快。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就是请那个，就是跟 AIT 见面的时候，当时不是为了什么事情，他就把人家拒绝。可是他后来就的问题，对。可是他后来就一直修正做到现在。那大家为什么做到这个蓝营的县市首长都觉得，像蒋万安去也要说我一切都要听姐姐的，那不是也是一种暗挺的事情吗？那他为什么不去听，不去跟朱元说我一切都听你哥哥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哥哥就是会拉黄国昌去打蒋万安的倒阁嘛？那我为什么要挺哥哥？我当然挺姐姐啊。但元之，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是这一次大罢免呈现出来的，就为什么在双北变成重灾区，或是因为刚刚明凤讲说，如果真的看到连在台北市，国民党的支持度还不如民进党，那你们这就不要玩了。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才是整个大罢免里面应该要去解析的一个非常重要一块。真的连在都会区，连在双北，尤其台北。我们讲说有很多地方是所谓的深蓝或什么，都会面临到这些，或算不算你们的大危机？我觉得我们唯一还是刚刚讲那些啦，就是投票率的问题啊。那他为什么不去听，不去跟朱元说，我一切都听你哥哥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哥哥就是会拉黄国昌去打蒋万安的倒阁嘛？那我为什么要挺哥哥？我当然挺姐姐啊。但元之，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是这一次大罢免呈现出来的，就为什么在双北变成重灾区，或是因为刚刚明凤讲说，如果真的看到连在台北市。国民党的支持度还不如民进党，那你们这就不要玩了。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才是整个大罢免里面应该要去解析的一个非常重要一块。真的连在都会区，连在双北，尤其台北，我们讲说有很多地方是所谓的深蓝或什么，都会面临到这些，或算不算你们的大危机？我觉得我们唯一还是刚刚讲那些啦，就是投票率的问题啊。因为我看了一些民调，反对罢免的还是比同意罢免的多了，还是一样，但是因为最后很现实的是，他不是看民调支持度啦，对，他是看最后投出来的票嘛，所以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票吹不吹得出来，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大家很多委员他们现在都一开始办很多。你认为在双北，蓝营的支持度还是比绿营高？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不同意比同意的多啦，因为罢免就是看同意跟不同意的，对啊，那支持度的话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关键还是要吹不同意票。可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的过程当中，包括政策的一些的走向啦，很多的，等一下将军你要补什么？我在讲哦，刚刚元之讲了说，在台北市不同意罢免的比同意的多，但是呢，会出来投票的呢？
你知道吗？那会出来投票，当然现在看起来都是要罢免的远超过不要罢免的投票的意念很坚决。那个不同意罢免的，就是我没有同意，但是我不会出去投。所以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哦。一个是使命必达，一定要达成；另外一个就是那是你的事，我们不沾锅。所以这种人占多数啊。你国民党要如何把这些说我觉得你还不错，可是我不会出来投，你要如何把它吹出来？这是动机的问题。那个要罢免你的是我一定会出来，我请假排假，我晚一点出国我都会出来。那个不同意的心想，那是你当立委，不是我当立委，对不对？把你换掉了，地球会不转吗？不会。所以我才说国民党要吹这些人其实不容易啦。因为最主要是他心里是不罢免你，不是他认同你的作为。OK， 他是觉得他也不认同民进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他不会出来投啊。来，元之最后30秒。我觉得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认同这个罢免啊，因为刚选上才是最后的王道啊，刚选上就要罢免，然后全世界没有这样，这次是无差别的罢免啊。这个是执政党在推动一个无差别罢免，一次把在党立委全部罢免掉。对，有差别就是金门马祖没罢。原因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输不起啊。对啊，那个是柯建铭讲的啊。没有，柯建铭就说他刚选完的时候就跟什么赖总统、卓院长开始讨论这个大罢免的事情啊。OK， 对啊。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诉求啦，就是说国家要稳定嘛。什么叫民主？民主本来就是要多元的声音嘛，不是一言堂啊。OK， 来30秒。如果按照原之委员，就是他们就稳了嘛，跟国民党内部之前不是讲说很稳，他们都完全不需要担心。所以呢，国民党这些立委真的3阶你就好好的在家里吹冷气，不用出来，因为原之委员觉得说是不会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嘛，因为他觉得现在民调做起来是这个不，你为什么都会扭曲我的话？对啊，我刚刚明明就讲说，我刚刚明明就讲说不同意比同意的多，但是要比投票率。你现在如果觉得说不同意的比同意的更多的话，那你就很稳的啊，不需要担心啊。我跟你知道吗？每次我这边上节目啊，然后人家扭曲我的话，然后我的话就被剪成短影片，然后在网络上面，然后其他绿媒就会开始根据我在面对面讲的话开始攻击我，屡试不爽，屡试不爽。所以现在有人扭曲我，就要马上澄清，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澄清，他不会把你剪进去。对啊。回过头来讲比如说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基本盘都在松动。OK， 因为为什么他现在联署的份数一直收不出来？就是连你的支持者都认为你们罢免绿委是没有正当性的，导致他不想要出来，而且也觉得你们用违法的方式来造假这件事情，让很多知识蓝、经济蓝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们不会出来联署，更不会出来投票。然后有什么话？最后我有什么样？没有啊，就是国际局势还是在影响啦。那我必须要讲，就是民进党最近状况的确是在往下走啦。你觉得的确看到赖清德这次的520是一个弱势的520嘛？那现在状况是说，蓝军有没有办法去争取到中间选民，会决定最后的胜负。但最起码从绿军的角度来看来，他现在是没有要去争取中间选民的，所以蓝军的胜负就是蓝军会有这个地方这方面的空间呐。因为绿军的状况就是说，我基本教育派很稳，我的热情很够。我如果反而去往那边拓的话，我这边会松掉。那蓝军的话就是看你自己要去怎么做，会决定你最后的胜负。大罢免看起来还是一样会往下继续的走，尤其基隆这一区，那大概就在这个礼拜，最后会决定到底那分数是多少，能不能过到第3阶。当然，所有过了几阶，看中选会最后核定下来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国内整体的政治氛围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